黄仁勋说，在 AI 这一场大战当中啊，未来5到10年的赢家是中国，而不是美国啊。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策略不是在封锁中国，而是送给了他50年来最好的一个叫全国总动员啊。兄弟们，外网炸锅了，因为黄仁勋一个在台北晚宴的私密的内容被泄露出来了，被金融时报啊、路透社、彭博社等几个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，爆出来据说是一个私人聚会的参与者啊，几乎是逐句口述的方式爆出来，可信度非常高。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就它的主题啊是非常炸裂的，也就黄仁勋说，在 AI 这一场大战当中啊，未来5到10年的赢家是中国，而不是美国啊。他给出了几个理由啊，他说第一啊，今天中国有100万人啊，7乘24小时在研究人工智能，而硅谷只有最多2万人啊。当然7乘24小时夸张了一点啊，但是的确啊，中国这个人口红利啊，工程师红利现在是独步全球啊。第二个哈，他说现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制裁啊，根本不是封住中国，而是送给了他50年来最好的一个叫全国总动员啊。他认为全中国都动员起来了，参与了这场 AI 竞争的大赛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说美国不在封锁中国，而在送给中国一个礼物啊。你比如说吧，那我们就说这个以前中国搞 GPU， 因为成本很高，下不了决心啊，现在这么一封锁，哇，各个 GPU 厂商就起来了，国产替代呼啸而出。第三个，他说千万不要轻视华为啊，他说华为的升腾 910C 啊，只比 H0100 慢8%到12%，也就是已经是 H100 的90%的性能了，而每个月华为能产20万片升腾 910C 啊。而这个黄仁勋说，美国那边还在争吵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啊，就是 CFIUS 啊，也就是说这边还在吵来吵去呢，中国那边开足马力已经生产各种替代的芯片了。所以啊，最后这个黄仁勋抱怨说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策略，这个禁运啊，不是在封锁中国，是在送中国大礼啊。对，我们也知道前不久黄仁勋心情很郁闷啊，虽然英伟达的股票节节高升，超过5万亿美金啊，但是他说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80%降到了0%。其实啊，我的观点也很类似，我认为技术是封锁不住的，你越封锁反而会促使对方迸发出更强大的创造力啊。有些事情你不试怎么知道呢？万一能实现呢？所以啊，这个消息一出啊，像金融时报、路透社都炸了啊。现在英伟达的公关部啊连夜回复，就是不做评论，而老黄预定的一些采访啊也都结束了。所以这瓜还挺大的啊。作为今天啊美国 AI 的领军人物，全世界市值最高科技公司老大，这么一番言论，哇，这个震撼度，这真是一场全球地震啊！我在硅谷也能感受到，美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AI 的全力的投入呢，简直觉得 AI 的竞争必然是美国赢的这么一个当下，对吧？老黄的这方面言论啊，我估计也会像是一盆冷水啊，泼在今天这个美国看似红火的 AI 产业上。我想说的是啊，老黄发出如此言论，当然有他的屁股决定的，也就是说他是英伟达想做全球的生意，他不想白白损失他的生意和利润啊。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老黄也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哈，很多东西是封锁不住的，只有大家合作才是双赢的局面，否则封锁只能是两败俱伤。甚至今天由于中国有了强大的人才储备，也有着强大的经济做基础，从美国来说，封锁真的有可能砸了自己的脚啊。大家对老黄这番观点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来讨论啊！如果有任何业务出海以及想要了解国际最新的科技知识，也请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给你带来第一手的实时的国际科技信息啊，开阔你的视野，让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啊就立志成为一家全球性的企业。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化企业的时代到来了。